从2024年11月8号开始呢，LCC 更新了 DLI 和学签的要求。有些情况呢，如果您更换了 DLI 以后呢，需要申请新的学习许可了，也就是 Study Permit 这个文件。我们这里列出来了4种常见的情况，帮大家快速的总结一下哪些情况需要申请 SP， 哪些情况就可以免除申请 SP。第一种情况呢，就是我们前面提到的小学、中学呢都是默认 DLI 的，所以呢，小学升中学和小学之间的转学，或者是说中学回到小学读，这种情况下呢，都是不需要新的学习许可的。第二种情况呢，是从中学升到了大学或者是 college 之类的高等教育，就是 post-secondary education， 这种情况下呢是需要新的 SP 的。这种情况下呢就需要注意了，如果孩子高中读完上了大学，这种情况下哪怕现在高中手里的学签还没有失效，那就需要办新的学习许可了。第三种情况呢是高中之间的第三种情况呢是 post-secondary 之间的转学，就是高等教育之间的转学。假如说孩子从多伦多大学转到了 UBC， 这种情况呢是从 DLI-A 转到了 DLI-B， 这是2个不同的 DLI， 所以呢是需要申请新的学签的。这种情况下呢也需要申请。第4种情况下呢是在同一个院校里面，比如说在多伦多大学里面呢，从本科然后呢读到了 master 这种硕士，这种升学了，在同一个院校里面学历等级的提升呢，或者同一个院校里面的项目转换，比如说从 computer science 转到了business admin 这种转项目呢，它是不需要 SP 的，不需要申请新的学习许可的。然后再补充一点，就是第2种情况里边比较特殊的情况，假如说孩子已经申请读了大学里面的本科或者 college 这样子，但是他要回来再读中学再读高中的话，对吧？就比如说他已经读了1年 college 再回来读高中，这种情况下呢同样需要办理一个新的 SP 的。但是这种比较少见，不过呢需要注意的就是哪怕从高等教育退回来读高中，也是需要办新的学习许可现在。